这是古田任三郎系列里作案手法最为巧妙的一集。凶手利用魔术表演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最后古田通过魔术揭秘锁定了真凶。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杀人的呢？好了，影片开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田任三郎第2季第8集魔术师杀人事件。这天晚上，古田在宠物医院遇到了一个大美女，名叫松隆子。松隆子是一位魔术师，她带着表演要用的小鸽子前来检查。古田对魔术非常的感兴趣，于是揪着她不放，把魔术界的秘密全都问了一个遍。正闲聊着，突然松隆子的男朋友找了过来，两人准备离开。临走前，松隆子拿了一张邀请函送给古田，声称明晚的8点半是他们魔术师俱乐部10周年的庆祝晚宴。他对着古田说道，只要是对魔术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过来参加。说完，画面一转，10周年纪念派对准时开办，会场来了很多魔术师，他们表演着各式各样的魔术。此时站起身来这位老者是魔术师俱乐部的创始人，名叫南大门。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魔术表演者。3年前的一次演出事故让他的手指意外被炸伤，从此他就一直戴着手套工作生活。会场上，南大门一直用他的咸猪手到处乱摸，在魔术圈内他可是出了名的老色批。松隆子是他的2徒弟，一旁的男人是他的大徒弟，名叫苍田。原来苍田和松隆子一直在偷偷的搞地下恋情，这天终于被南大门发现，气的表演还没结束就离开了这里。此时古田也看到了这一幕，随后南大门回到办公室，把苍田也叫了过来。刚进屋，他就直接命令苍田和松隆子赶紧分手。可苍田不仅不答应，反而还用不屑的语气说道，这一次他要和松隆子结婚生子，谁也阻挡不了。说完，苍田离开了这里。南大门思考片刻后来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瓶白色的药，看着药品，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个阴险且邪恶的计划。随后画面转过，派对已接近尾声，客人们纷纷离开了这里。南大门决定表演一个压轴魔术来收场。他拿出5张卡片展示给众人看，从右向左依次是五角星、正方形、波浪、加号和圆形。南大门要表演的这个魔术叫做念力感应。他让松隆子将卡片打乱，然后翻过来盖在桌子上。接着他又背过身来，让古田从5张里面随机抽取1张，剩下的4张拿走放在一旁。做完这一切之后，南大门又让古田将选出的那张卡片用手帕给包起来，以免被人看到。随后松隆子将包好的卡片拿到另外一边放进首饰盒里，全程谁都没有看到过那张卡片，包括古田。此时苍田表示自己有些口渴，便询问众人有没有想喝果汁的。金泉举手说给我来一点。苍田离开，南大门的表演继续开始。他握着古田的手，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就这样过去了1分钟，施法结束。南大门表示自己已经知道那张卡片是什么了，他对着众人非常坚定地说，那是一张5角星。说完，松隆子走到另一边准备打开首饰盒，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跟去了那一边。南大门趁此机会偷偷将毒药下进了一旁的果汁里。与此同时，松隆子拿出卡片，上面果然是5角星，所有人都在欢呼喝彩。古田也被震惊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表演结束，众人一起举杯。就这样，苍田喝下了那瓶毒果汁，没过多久，他就在会场上口吐鲜血倒地而亡了。这是一起高智商谋杀案，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下毒杀人，巧妙的作案手法，不看到最后1分钟，你根本猜不到案件背后隐藏的真相。苍田喝下毒果汁，然后拿着鸡腿给松隆子讲笑话。然而就在这时，毒药突然发作，苍田口吐鲜血，死在了晚宴的现场。忽然间，松隆子意识到了什么，转身刚想拿起苍田喝过的果汁查看时，却不料遭到了南大门的喝止。南大门让他别碰任何东西，因为很有可能那就是物证。随后古田过来检查，用手帕包住瓶子，拿起来闻了一下，里面有一股苦杏仁味，看来有人在这瓶果汁里下了毒。古田让金泉赶快报警。随后画面一转，警方来到了案发现场。经调查发现，果汁里的毒药成分是氰化物，可瓶子上却只有苍田一个人的指纹。金泉怀疑这是一起自杀事件，因为今天晚上这种情况，凶手想要在死者的瓶子里面下毒，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提出要喝果汁的就是死者本人，给大家打开瓶子分果汁也是他。可以确切的说，他喝下的那瓶毒果汁就是他自己选择的。正说着，突然古田注意到了死者的袖口中好像藏了什么东西，于是走过去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他准备表演魔术的道具。另一边，南大门正在安慰着松隆子，古田进来刚好看到了这一幕，他对着南大门说道，现在方便吗？想请教几件事。随后几人来到南大门的办公室里，古田继续问道，你知道苍田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吗？南大门回应说，也许是因为江郎才尽，在魔术表演上没有了新的突破，所以才选择了自尽。说完，古田从兜里抽出了一条表演用的旗子道具，一个准备自杀的人还随身携带着这个，这也太敬业了吧。接着古田又说，他怀疑南大门是为了得到松隆子而杀害的苍田。南大门表示，
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松隆子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女儿，自己从未想过对她下手。说完，南大门又吐槽起了苍田，说他是播种机小白脸，同时脚踏好几条船，简直就是海王他爹海神。随后，古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案发时你为什么要阻止松隆子去拿果汁瓶呢？南大门表示自己猜到了那个瓶子应该是证物，所以就让他不要去碰。说完，古田继续问道：死者当时不仅喝了果汁，还吃了很多东西，甚至在倒下前手里都还拿着鸡腿，你为什么会第一时间就猜到了果汁，而没有去猜鸡腿呢？南大门回应说，当时没想那么多，果汁里面有毒是他胡乱猜的。说完，画面一转，古田找到松隆子，然后询问他苍田最近是否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松隆子表示最近苍田的胃有点不舒服，他还去医院开了药来吃。说完，古田问起了松隆子当时来这儿学习魔术的初衷是啥。松隆子表示他的母亲曾是南大门的助手，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对魔术非常的感兴趣，于是后来就偷偷的找到南大门并拜他为师。接着古田继续询问是否有什么魔术手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在瓶子里面下毒。松隆子思考了片刻，然后说道，自己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案发当晚那种情况，除了苍田他自己，好像没人可以做到，因为果汁是他自己开的，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凶手很难做到。说完，松隆子想到了一个魔术手法，好像可以让特定的人拿到特定的物品，这个魔术叫魔术师的选择。听完松隆子说的这些，古田瞬间来了兴趣，正准备细问时，突然南大门从外面走了进来。古田和松隆子正聊到关键的地方，突然南大门从屋外走了进来。现在天色已晚，外面非常的不安全，南大门给了松隆子10万日元，让他赶紧打车回家。眼前的一幕让古田感到非常的意外，出了名的老色批竟然还有如此体贴的一面。松隆子离开后，古田又重新问起了那个关于魔术师选择的表演手法。南大门表示，魔术师的选择其实就是一种关于逻辑思考的问题，他并没有利用什么手法来实现。说完，南大门打算现场演示一波，他从口袋里拿出3枚不同的硬币，让古田拿走2枚，然后选1枚放在南大门的手里，另1枚则自己收起来。做完这一切之后，南大门摊开手掌，他手里的这1枚竟然和古田留下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提前猜中了古田选择的硬币。然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南大门又重新演示了一次，桌上只有3枚硬币，古田先是选中了2枚，然后又交出1枚，3枚硬币已经知道了2枚是个啥，那么剩下的那一个自然也就知道是什么了。原来南大门的手里也提前准备了3枚硬币，看到其中2枚是什么后，他瞬间选出最后1枚拿了出来，这就是魔术背后的秘密。弄懂了这个手法后，古田找来了5个水杯，他打算还原一下案发当时的情况。首先，古田拿走了第1杯和第2杯，然后让金泉拿起第3杯和第4杯，接着古田把第3杯拿给了身后的向导巡警，自己则拿起最后1杯，然后3人一起干杯。金泉一口下去喷了出来，他的那1杯是白醋。原来南大门就是利用这个手法将毒果汁留在了苍田的手里。可古田不明白的是，凶手是怎么知道死者要喝果汁的呢？正思考着，突然金泉拿着牌来说要给古田表演一个新学的魔术。古田不想搭理他，转身就想走。此时身后的向导巡查追来，表示自己可以配合，然而金泉却让他先别打岔，自己正在表演，一个一个的来。听着2人的对话，忽然间古田意识到了什么，随后自白开始。やはりあの時倉田さんがジュースを取りに行ったのも南大門先生の計画の一部だったんです。先生は一体どんな手を使ったのか。ヒントはこれ。古畑任三郎でした。自白结束后，古田再次找到了南大门，说是要给他表演一个魔术。紧接着，古田拿出了5张卡牌，让南大门从这里面随机抽取1张，剩下的4张由金泉收走。可没走多久，金泉就开始偷看手里的4张牌，然后回头对着古田说道，自己要回家吃生蚝去了，拜拜了。随后古田开始猜牌，他死死地盯着南大门，然后说道，你选的这1张是圆形。说完，他将卡牌翻了过来，果然如他所说，这1张的背后正是圆形图案。然而古田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对着南大门说道，金泉看过4张牌，自然也就知道最后那1张是什么。5张牌对应着5种海鲜小吃，金泉说要去吃生蚝，而生蚝代表的就是圆形。案发当晚南大门表演的那个压轴魔术用的就是这一招。苍田收走了4张卡牌，在一旁偷看过后，知道了最后那1张是什么图案，于是他提出要喝果汁来告诉南大门答案。果汁代表的是5角星，所以说那是1张5角星牌。真相就是这样，南大门趁着松隆子去揭秘卡牌的时候下毒，因为那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卡牌上，并且他还故意让古田用手帕包着将卡牌放远，目的就是想给自己争取下毒的时间。氰化物是一种细小的白色颗粒状药品，如果凶手直接将它倒进瓶子中，那么药物就可能会粘在瓶口或者是瓶子的内壁上，
这样的话就会被仓田喝的时候发现。所以说凶手一定是拿着瓶子，像这样下的毒才对。可是瓶子上却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那么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来进行作案的。案发当晚，会场上只有一个人戴着手套，并且也只有那个人拥有作案时间。而那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魔术师俱乐部的创始人南大门。接着古田又说起了南大门的杀人动机。原来南大门阻止松隆子去拿毒果汁的瓶子，根本就不是为了保护证物，他是怕瓶子上沾有松隆子的指纹，这样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南大门为什么会这么在意松隆子呢？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松隆子是他的亲生女儿。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南大门把手伸到松隆子的胸口时，古田还以为他是想把松隆子的衣服脱下，现在仔细想想，原来他是想把松隆子的衣服扣子给扣起来。在圈内，他可是出了名的老色批，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松隆子不是他的亲人，那么他怎么可能会帮松隆子扣上衣服的扣子呢？而且还记得松隆子也曾说过，他的母亲做过南大门的助手。这样一来，所有的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最后毫无办法，为了女儿，南大门选择承认了这一切。好了，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喜欢古田任三郎的，给小森点个赞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